我们现在常常听一些父母对未来的子女的成长有一定的希望和要求，他们一般呢都会叮嘱自己的子女，或者是要求自己的子女以后平安健康快乐。这呢一般是父母最希望自己的子女以后能达到的。但是呢，在古代呢，就有人就专门的就罗列出来了，怎么样的父母才能是正确的父母，怎样对子女要求，对子女的成长方向有一个定位，才算是合格的，有明确的技术。这个技术呢，并不是在什么杂七杂八的书当中，它而是居然是在《史记》当中。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史记》不光是谈论那一段历史的，它里面实际上是包罗万象，它借助别人的嘴，借助别人的言论来阐述了作者的很多观点。比方说今天讲的这一段呢，相当是讲的是教育学。这个呢，作者呢就引用了一个别人的语言来阐述合格的父母到底应该怎么做。这篇记述呢，就是叫《日者列传》。在《日者列传》里面，首先《日者列传》呢是专门讲的就是星象占卜，日者嘛，挑日子，星象占卜，阴阳八卦，紫微斗数啊，就这一类，奇门遁甲，就这一类的，给人预测占卜，预知祸福的这一类人。他在这一篇呢，在最后他记述了有一段我觉得跟现在的这个很先进的教育理念一点都不矛盾。我先把这段话写出来了，叫一个父母应该怎么做呢？应当视其所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这句话翻译过来呢，就是视其所好，找到他的爱好，他喜欢的事情，好含苟生活之道。这个就很厉害了，就是你这个爱好呢，不是那种虚无缥缈，这个与社会无用然后赚不来钱，不能糊口。它叫好含苟生活之道，就你这个爱好可以使你生活无忧。用现在的话来说，你这个爱好呢，能给你带来收入，能让你在社会立足，让你有一技之长，然后因而成之，就是你顺着他这个爱好就去培养他，把他培养成一个就是有爱好的人，有这个有意义的爱好的人。这一点就很不简单了。要知道《史记》那可是2000多年前的作品，他能直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好含苟生活之道。首先要有爱好，找到他的爱好，因材施教。第二个，你对你的这个爱好做了一个修饰，就你这个爱好呢，不能就是去做那些没用没有意义的事儿。你这个爱好呢，最好是苟生活之道，就是能够让你以后能靠这个一技之长呢能赚来钱，能赚来社会地位。这个呢才是正确的爱好。当然爱好千万，如果是能有这样的爱好，那就是最好不过了，因而成之，就顺着这个爱好培养它就是了。我们看现在的
一些名人，就是比方说伟大的科学家、数学家等等，他们的父母在教育他们的时候，都是沿用了这一条标准。找到一个爱好发展下去，比方说李云迪、郎朗，弹钢琴，那就培养他好好弹，请人教他弹，最后呢弹出名堂，弹的这个东西呢，然后又能给他带来收益。像华罗庚，像韦东奕，像这些数学天才，那都是也是家里，发现你对数字很喜爱，对计算很感兴趣，对那个推导定理很感兴趣，那么就培养他成为这个专业领域的佼佼者。这个就很不简单了。这个呢应该是我所见到最早的素质教育或者是因材施教的最早记载的是在《史记》当中。目前我还没有读到比这更早的这个教育记载了。那么后来又说了，又补充一道，就是说治宅命子，足以观世。就是这个观这个世啊，不是说这个子，而是这个子的父母。就是说如何选择一个住所如何来教训自己的子孙后代，这个呢就可以看出你这个人的品行修为，足以观世。观的是谁？父母。子有所处，可谓贤人。就是说你的这个子孙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所处，这个所处呢可大可小。小的说就是一个住所，就是他的一个社会地位；大了说就是他整个人的一个修养状态、品行，这都叫所处，可谓贤人。这个贤人也是指的父母。所以说这个做父母怎么样，有的时候就通过这个子女就能看出这个父母的为人，而父母的为人呢也直接影响到这个子女未来的这个命数。所以呢我们看治宅命子，子有所处。我们看这上面讲因材施教，除了因材施教找到他们的爱好培养，还应该什么呢？选好住所。孟母三迁就是孟母善治宅者也。所以呢孟子成大气候了，成大才了。子有所处，让自己的子女不处于那种不同流合污出淤泥而不染，让自己的这个子少立大志，从小就变立志修身报国齐家振兴诚意。这样呢先不说这个子怎么样，至少这个父母就合格了。所以我们看在《史记》当中，在《史记》那个年代，对父母对教育是有很深刻的分析，有很深刻的这个经验在里面的。然后呢司马迁呢就把这些东西记述下来了。我们看司马迁本人，他也是在这个他父亲司马谈的言传身教下，成为了一个了不起、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多说两句，司马谈呢就是跟随着汉武帝到处跑，因为自己的有一点
特权吧，可以读各种各样的书，可以访名山大川，然后开阔了自己的视野，然后写出来的东西呢就很豪放旷达，眼界比较高远。这些东西呢恰恰影响到司马迁了。所以当司马迁因为屈辱受了宫刑以后，在那个年代受到宫刑，对于司马迁这样的人来说，那真是尊严丧失，名誉扫地。但是司马迁呢，正是因为他父亲教给他的这种境界格局，他能坚持下来，最后完成了《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坚持，他的坚持的动力，我们可以说是司马迁与生俱来的一种性格使然。我们也可以说是司马谈的正确教导使然。好，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史记》当中的这一段，和大家共勉，和有子女的这些父母们共勉。谢谢大家收看。